你先出去吧。爹，您这是要……咱们是一家人，我就开诚布公了。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当初成亲只是缓兵之计，你们想等着皇上的脚跟站稳之后，再把周姑娘完璧归赵。爹，这不件事必解释，爹知道。强拧的瓜不甜，你们想完璧归赵，我绝不会加以阻拦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你们必须要知道。刚才我跟周姑娘说过了，我们张家能有今天，来之不易。皇上是一朝天子，只要大宋还在，站稳脚跟那是迟早的事情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要确保我国丈的身份地位稳稳当当。爹，您多虑了。您国丈的身份是板上钉钉的，绝对不会有什么变数。错，周姑娘可能就是变数。我，皇上年少痴情，你要是再动不动的，就跑到后宫给他暗送秋波。我怕他哪天心血来潮，把燕儿废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这个国丈可就成了天下人的笑话了。皇上不会做这种傻事的。他连后宫放火都能干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干？我答应张大人，以后不会再去见皇上。那倒不必。只要让我燕儿怀上太子，我自会成全你们。一言为定。我没必要跟你撒谎，但是这件事，你不能跟皇上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说了，会引起他不必要的怀疑。爹不能为了你姐，搭上你。张大人放心，我会亲自去跟皇上讲，绝不会连累蓉儿。如果周姑娘能这么想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包大人，早留点神，也不至于兜这么大个圈子。啊，这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张东如果没被劫走，说不定您还想不出怎么审张子雍呢。玩忽职守，你还有功？嘿嘿，没功劳还有苦劳呢，好歹没耽误您交差吧？就是的，我嗓子都喊哑了。您听听，陈世美怎么样了？都已经结了。省着点嗓子，让你哥说。命保住了，休养休养就好了。明早能康复吗？应该差不多。包大人，多谢包大人救命之恩。职责所在，不值一提。陈公子尽快养好身子，明天跟我面见皇上。皇上要召见我。皇上求贤若渴，破例恩准延迟1天接榜，给你单独加事。包大人，您就是学生的再生父母，学生给您献礼了。不必多礼，快躺下。陈公子若真想谢我，日后出人头地，别忘了做个好官。
学生没齿难忘。范大人呢？按您的吩咐，安顿到客房了，有张龙、赵虎照应着。陈公子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看看范大人。是。是。多歇息。多谢包大人。现在动身，你打算怎么跟皇上开口？好说歹说，结果都一样，不如直说。周儿，委屈你了。你爹说的没错，这样对大家都好，周儿没什么委屈的。走吧。周儿，秦生是不会骗人的。你被强嫁到张家做媳妇，而我从小被送到皇上身边做伴读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人质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周儿本就是无根柳絮随风飘，如今被你们错当成了玉，要完璧归赵。既然是等，在哪儿都一样。过了今晚，我想回戏班子。不行，皇上不会答应的。你姐容不下我的。等她怀上龙子，我会去跟叶儿解释的。周儿，你知道当年皇上为什么放那把火吗？为了夺回本属于他的权利。皇上心中那团火是因你而燃起的。你留在这里，皇上心里那团火才不会熄灭。眼下内忧外患，皇上才刚刚站稳脚跟。周儿，答应我，留下来。大人，您多吃点儿。我吃饱了，你们俩慢慢吃。大人，我们哥俩不在您身边，您就吃这种哑巴亏。这次说破大天，我们哥俩也要跟着您。包大人正是用人之际，你们俩一身武艺留在我身边，大材小用了。大人，我们俩天生就不是干捕快的料。再说了，包大人不还有王朝马汉呢吗？对呀，俗话说得好，一山难容二虎，啊，不是4虎。我们几个碰到一起就掐，留下来还不够给包大人添乱的。王朝马汉比你们年长，又是你们的前辈。这次如果不是他们俩以身犯险，这个案子也不会破得这么快。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人家才是啊。包拯，范大人，包大人，让您受苦了。严重了，这点苦算不了什么。包拯，这次如果不是你殚精竭虑，范某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包大人，范大人，你们聊吧，我们哥俩去外面赏月去。今晚月黑风高，不如你们到后院帮王朝马汉添个人手。听包大人的。是。哎，我说你老看人家干什么呀？说
说不定他明天就是状元了，开眼少一眼喽。状元有什么新鲜的？咱们当捕快的，子孙3代都不让考状元，我叫着眼红。就算让你考，你考得上吗你？说不定我曾孙子有出息呢。谁啊？哎，我说你俩不好好跟着范大人，跑到这干嘛来了？帮你们把把夜，别让2位哥哥再被人给射晕了。用不着，回你们地盘上去。不稀罕，再过2天，这地盘都是你们的。哟，怎么着？你俩被包大人辞了？他可舍不得，是我们觉得做捕快没前途。张子荣年纪轻轻，竟然如此有远见。幸亏他站在皇上这边，要不然日后必成大患。他的立场我始终将信将疑。说到底，他是张家人，万一这次他们父子串通一气，范大人才真的是凶多吉少。不管是福是祸，范某为了大宋，必须闯这个虎穴。贼人不成，反倒白白断送了忠良，这算哪门子王法？范大人，边关不比京城，一旦出了闪失，没人帮得了你。只要贼人当道，天下何处不凶险？朕说了，什么都不吃，端下去吧。皇上，1天没用膳了，端下去。皇上，朕不是说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是周儿姑娘来了。周儿给皇上请安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柔儿送我来的。她说啊，你一整天没吃东西，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我不饿。不饿？不饿，那我自己吃啦。皇上为何要节食？替国库节省银子。身子要是饿坏了，养病的银子不是照样得从国库里出？饿几顿没什么大碍。你小时候不是说过吗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已经是人上人了，接下来是要做一个好皇帝，不是一个恶皇帝。那，吃吧。好吃，从哪儿来的？我亲手做的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饿肚子才是大不孝。娘娘要是知道了，哪还有心思享乐啊？自己挨饿也就罢了，还让皇后也跟着受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皇后是我姑姐，我当然知道啦。姑姐？为什么叫她姑姐？我是张家的媳妇，不叫姑姐，叫什么？你不会假戏真做了吧？皇上真的在乎周儿吗？当然在乎。朕做梦都想跟你在一起，恨不得一觉醒来就娶你做皇后。皇上如果真想娶周儿，必须答应周儿4件事。哪4件？第一，往后不许饿肚子，要爱护好龙体。朕答应你。第二，要做个1言9鼎的好皇帝。你不说，朕也会做到。第三，要善待皇后，不能动废后的念头。第四，在皇后怀上太子之前，
侄儿不会再来见皇上了。是张子荣让你这么做的吧？是侄儿自己的主意。为什么？侄儿是为皇上好。怎么成了为朕好？你们为什么要变着法儿的逼朕？皇上以后会明白的。侄儿告辞了。周儿，周儿！皇上，出去！怎么，昨晚没有睡好吗？学生一想到要面见皇上，就辗转反侧，生怕考得不好，辜负了盛望。不必担心，今年的试卷是范某出的，虽然你的观点与我不同，但也不失为一篇非常好的文章，正好也符合了皇上的心思。范大人，您出题的本意，大人可否赐教？赐教不敢，天下论点本来就是求同存异的，没有高低之分。只有善恶之别。皇上为百姓担忧，我们为皇上分忧，百姓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，这天下不就是太平盛世了吗？范大人的话，学生铭记在心。以减缓积怨。那本官问你，我的儿子现在被关在开封府大牢里，包拯说他害了你，那依你之见，应该如何惩处，才能减缓你对他的积怨？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令公子舞弊在先，后又主使张东到书院纵火，还企图毒害陈世美灭口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依我大宋律法，应当流放处置。谁能证明他有罪？您面前的陈世美。陈世美啊，包夫人所说的话可属实啊？属实。可是，你为何吞吞吐吐？难道你怕本官记恨你不成？张大人不必为难他，即便陈世美不愿作证，韦文清同样可以证明令公子的罪责。哼，这个韦文清又是谁呀？他收了令公子的银子，替考的事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。可据我所知，我的儿子从始至终就没有见过他的替考。他跟陈世美也是在大牢里相识的吧？
对。那我就要问了，明知道舞弊是重罪，却把自己的前程压在一个素未谋面之人的身上，还花了大把的银子来操办，这天下能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吗？张大人，您这是强词夺理。好，既然你包拯想讲理，那我今天就给你讲讲理。我现在就找一个人来证明，你包拯的官也是舞弊得来的。那你是不是也要把自己给流放了？本官已将罪证呈交皇上，里面不仅有张子雍的罪行，还有上百笔的罪账。张大人若是心存疑虑，可以奏请皇上公开对质。哼！诸位大人，今日到此是为了定夺状元，案子的事情不妨等到揭榜之后再议不迟。案子不查清楚，如何揭榜？皇上心知肚明，舞弊不光牵涉张子雍一人，若逐一盘查，光今年恐怕就有大半进士跟主考难逃干系。包夫人，查清楚了又如何呀？依法惩办，选拔贤良之士取而代之。那些纨绔子弟花了大把银子买通主考，得到功名之后，也会以同样的方法捞回银子，甚至变本加厉。如此往复，我大宋岂不贪官当道，国将不国？贤良当道，就能长治久安吗？远了不说，就说庞勋、黄巢，还有杀死唐昭宗的朱温，他们个个都是贤良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天下恐怕还是李家的大唐。就方才的策论而言，陈世美也算得上是一个贤良之士。可是谁能担保他以后不变成贪官污吏呢？包夫人，既然你非查不可的话，为何不从身边的贤良查起呢？堂堂科举舞弊丛生，究其根本是谁的罪责？启禀皇上，臣恳请罢官。皇上命臣改革科举，臣却监管不力，玩忽职守，臣愧对皇恩，恳请皇上降罪。皇上，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虽然范大人引咎自责，高风亮节，但渎职之过，难辞其咎。依丞相之见，朕该如何处置他？发配充军，永不录用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包拯，范某心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你我并非纨绔子弟，要守好自己那份贤良的本分。范仲淹变革不力，玩忽职守，即日起罢黜龙图阁直学一职，3日之后发配庆州。臣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玩忽职守是重罪，徇私舞弊更是罪不可赦。臣恳请皇上将臣的儿子也发配到庆州，以免乱了纲纪，日后难以服众。偌大的京城，谎言与真相就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被几个当权者清算了。百姓们在这里安身立业，却不知这片土地下掩埋过多少毒是毒非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张子雍没有得到任何惩罚，当日就被特赦出狱了。你们杀了我一个不公平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。包大人，时辰已到。
但有一点，韦文清错了，我不愿做一丘之貉。当天晚上，我带着嫂嫂和端午他们上了回乡之路，永远也不想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刚离开家，嫂嫂就想敏儿了。敏儿打小就没离开过我，我放心不下呀。咱们怎么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呢？嫂嫂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敏儿好不容易中了进士，于情于理，也不该逼她荒废仕途。她也老大不小了，能照顾好自己。三黑，你今天跟我们交个实底，你是不是惹什么祸事了？放心吧，没有。我只是厌倦了，想回老家种种地，放放羊，过几天安稳的日子。来也是你，走也是你，说风就是雨的。端午这2年啊，也没跟你沾上什么光，净跟你穷折腾了。嫂嫂，我们家本来就不富裕，穷日子照样也能过得好。哼，我不管你们怎么折腾，这包家的香火，赶紧给我续上。尹小姐，哎，范大人，快请坐。您怎么来了呀？范某冒昧造访，打扰了小姐作画，失礼了。不要紧，反正也只是一团乱麻。小姐，你这是画的《包黑子夜行图》。哦。这……算了算了，别找了，它那么黑，找也找不到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你也在找他？我才懒得找他，这个人也真是，案子结了人就消失了，啊，连个谢字都不说。不瞒小姐说，我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了。本来想向包拯辞行，可是到现在他也不见踪影。除了你这儿，该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。那他嫂嫂和他媳妇儿呢？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门窗紧闭，敲了半晌，也没有人答应。糟了，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哎，咱们去找找他。不用去了，我想他已经离开了京城。他离开京城了？为什么呀？想必是朝廷伤了他的心了。朝廷伤了他的心？本小姐又没伤了他的心，凭什么不辞而别啊？哎，尹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找他评理去。雨柔姑娘，范大人，范大人，包拯赶回来给您饯行了。包拯，我以为你已经……昨夜是我一时糊涂，不辞而别，天还没亮就后悔了。是尹小姐把你追回来了？是他自己回来的。范大人，3年前我在这里受您一拜，今日要还您一拜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范大人身先士卒，包拯却知难而退，这一拜既是惭愧，又是敬意。快快请起，哎，快快请起。包拯，范某都记在心里了。范大人，此番凶险重重，您一定要多多保重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身在朝廷，更要多多保重。张龙、赵虎，在。你们务必照顾好范大人。大人放心，办案不是我们擅长的，做护卫，您就放心吧。拜托二位了，天道昭彰，自有公断。保重。
保重。改革者被罢黜京城，舞弊的2个当事人却双双迈进朝堂。这样的结局，恐怕连张子雍、陈世美也感到惊讶。这场博弈，先天下之忧的范大人输了。这场博弈，我也输了。我们输给了权力的游戏，输给了朝堂的荒诞。张子雍虽不善策论，但武艺和谋略在众考生中独占鳌头。朕因才试举，特封为5科状元。即日起任禁军统领一职。叩谢皇上。陈世美才学出众，乃是我大宋急需的人才。微臣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李娘娘来了，请进来。娘怎么亲自来看孩儿？应该孩儿去看娘才是。你操持国事已经够繁忙了，娘也帮你分担不了什么，只能帮你看着点身边还缺什么。那娘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一儿，杨太妃找过娘好多次了，让娘和你说重用夏怀民。你父皇当年身边有周怀仁，你现在身边的人呢？现在看家护院的禁军统领首属两端，夏怀敏不可信赖。夏怀敏原本是张德林的人，怎么就成了刘娥的人？你父皇后宫的嫔妃不止我们几人，为何其他的姐妹都去为你父皇守灵，而杨太妃还可以在宫中享受荣华富贵呢？夏怀敏到现在还把宫里当成是自己的家，这件事情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张大人，有什么事您说。有2个问题，还望夏统领能够解答。请讲。这宫墙上有一个守门人，他原来是张德林的人，如何又变成了刘太后的人？在先皇的后宫当中，为何只有杨太妃一人没去守灵，而在宫里独享荣华富贵？淫乱后宫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们2人在劫难逃。但念在当年火案中，夏统领曾助皇上一臂之力，我愿意帮夏统领一把。夏统领，开个条件吧。杨太妃是无辜的，求你们放她一马，让她去守灵。那你呢？怎么办？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家吗？这是我们今夜的家。赶了一天的路，你一定累了吧？今晚先在这里歇息一下。这里有点简陋，委屈你了。我喜欢这儿。我们哪里都不去了，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做一对真正的人间夫妻。这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，我们永远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那你给我讲讲，我们永远的家是什么样子的？那里有巫山的云，沧海的水，是人间仙境。那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真的，太好了！
我这会儿就想去看看。那我们现在就启程吧。走。我想与你说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明天我们不能一同上路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之所以能够出宫，是因为我答应皇上，要为他办一件事情。明天我必须去做。车夫会把你送到我们永远的家，为皇上办完事情之后，我们在那里会合。不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你难道不想早点看到我们永远的家吗？我想。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为皇上办完事情，我一定能追得上你们的。听话。知道陈公子写的一首锦绣文章，但不知其意如何。啊，略知一二。好，那你看看这盘残局，该如何？啊，应该是和局，双方势均力敌，分不出胜负。不会吧？红方还多一个车啊！只要黑方这马把车吃掉，这才叫和局。啊，相爷说的是，这马把车吃了，才是和局。好，是一盘和局。本相如果把朝廷比作一盘棋局，那你如何布局啊？啊，晚上懂了。您是相，张大人是车，皇上是帅，可不知道这马……马还憋着腿呢。啊，本相最近听说皇上要选驸马。你是聪明人，本相不多说了。啊，谢相爷提点。只要马别憋着自己的腿，就会平平安安的。考场不比官场，考场你只要写一篇好文章，就平步青云；可是官场只要一步走错，就会万劫不复。学生甘愿拜在相爷门下，做相爷的一支笔。相爷说一个字，学生就写一个字。子从父命，孝矣。
臣从君命，真乎？昔万城之国有征臣4人，则封疆不血；千城之国有征臣3人，则社稷不危；百城之家有征臣2人，则宗庙不毁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可惜答非所问。皇上是想问，臣应该从谁的命？昨天王延龄招你入府，今天一走，你便向朕提议招你为驸马。朕想知道，你们昨天聊了什么？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